大狱一早来，陈道明他们便提议早饭前在村子里转转。嘿，这是我见过咱国内卫生最好的农村了，不说路上没见牛马粪，就是连一些垃圾都没有，这倒是奇了。冯大炮很想说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来了，村里专门清扫的？但这话有点抬高自己，自然不好开口。大狱一指远处的码头，咱村目前在大发展，码头上施工的也只是一部分，海上还有2个再造景点，其中一个便是投资资金达到15亿左右的水上乐园。按林总的说法，村里是打算按照5A 级景点来打造的。林总是村干部？不是，不过他爹是村主任。村里成立了一个服务公司，阿浩担任这个公司的总经理。大头的投资，除了市里几个企业参与，还有京城的投资。于总的？冯大炮接茬问道。大狱一怔，冯老师认识阿珂？什么情况？这个刘总跟于总也熟，于总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，有幸见过一次。冯大炮还是没忍住的。刘总，冒昧问一句，林总的主业是什么？他和我开玩笑说是渔民。此话一出，令3人也附和地笑了笑。大狱也跟着笑。其实他不是和你们开玩笑，他的主业还真是渔民，或者说在他内心中暂时只认可了自己是个渔民的身份。其他的，比如说养殖场，他是为了让他父亲安心在家里投资弄出来的。目前总经理就是他父亲天浩呢，我一度怀疑他是怕我毕业没活干，所以开了这么一家公司，让我来担任总经理。至于说京城和国外的一些投资，都是他和阿珂一起弄的，按他的说法，赚点零花钱，哈哈。大狱这话真真假假，让4人一时之间还真不好分辨。姜文咂巴了一下嘴，心中暗骂：妈的，这逼装的，有钱就是任性啊！为了让老爹安生在家待着，花个几千万弄个养殖场，为了让自己同学不至于失业，掏出近亿创办一个公司，就问这样的儿子和同学哪里有？给我也来一打！林总一早去市里有事，我也不清楚，想来中午前肯定会回来。几位老师差不多了，咱回去吃早餐。差不多10点钟左右，林浩回来了，包括几个女同志全部齐聚大厅之中。跟在林浩身后的孙冉都懵了，他知道林浩还有一波客人在家，没想到是这几位，都是大明星啊！哈哈，又撞到了大新闻。陈老师您好，我是您的影迷，《康熙王朝》我看了好几遍，您演得太好了。张老师，我很喜欢您的《五月槐花香》。啊，冰冰姐，哇，你这人比荧屏上更漂亮。孙冉那叫一个激动啊，居然也是范冰冰的粉丝，围在他面前叽喳的问个不停。这位是？冯大炮不解的问道。记者，我们省城的。林浩回了一句，看着几人异样的目光，又解释了一句，不是采访你们的，是采访我的。几人的目光更诧异了，林浩也懒得再解释。冰冰姐，能说说您是怎么保养的吗？冰冰姐，您接下来有什么新作品要上映吗？对了，能说说您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吗？冯大炮的目光看向林浩，意思好像是说，你说是采访你的，我们信吗？林浩也尴尬的挠了挠头，很想提醒一句孙冉，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行不行？范冰冰见多了这样的场面，此刻像哄孩子一样，随意哄着孙冉，说着早已滚瓜烂熟的标准答案。阿雪，我们上午干什么？孙冉的没完没了，让范冰冰有些烦了。而且现场这么多人，你只围着我一人，让别人心里咋想啊？这里还有2个大岛，自己得巴结呢。所以他挽住陈雪的手，笑着问道：阿浩说带你们参观一下养殖场和天浩。林浩则看向激动不已的孙冉，你是跟着我们，还是先去走访村里？跟着你们。行吧，几位老师如果嫌热，可以在家里休息，其实也没啥好看的。走走走，我早就想看看了，吃海鲜的鸡长啥样的。冯大炮当先迈步，一行人也都跟在了身后。今天没有安排出海，所以岛上的养殖不必再看。按照路程远近，林浩带他们先到自家村后边的山上，这里除了大哥早先承包的枇杷和柚子树，其他的地方都被种上了茶树。柱子父母在这边打理，见他过来，便迎到近前。阿浩，今天咋过来了？带几个朋友来看看。夏叔，你忙你的就行。林总，这是打算做茶叶生意？孙冉终于从之前的激动情绪中走了出来，确定了此行的目的并非采访这些明星。这是鹧鸪茶，学名好像叫山苦茶，当然也是不错的经济作物，但种植这些主要是为了养羊。养羊？对，吃了鹧鸪茶长大的羊会有一种独特的口感。孙冉有些看不懂，觉得这是最大的浪费，但好在还是忍住了没说。接着便到了从金钟村那边买下来的2座山，恰好看到老邢等人在给鸡头喂饲料，味道不是很好闻，腥气很重。几个大男人也不嫌弃，还真走近细看了一眼饲料。哎呦喂，林总喂的还真是海鲜呢。这个有啥好骗人的？下午会有果子搭配一点稻谷，但真正的合成饲料是一点没有的。林总，很多人都吃不到海鲜，你居然把海鲜给鸡吃了，你没觉得这太浪费了吗？
孙冉又犯了老毛病，其实刚刚听说种茶树用来养羊，他就打算说这句话了。林浩实在是不想理他，但想到了清早苏醒的提醒，他叹了口气回道：孙记者，我想问一下，一说牛肉，你想到哪里的最好？当然是日子的和牛。那你知道和牛是怎么养殖的吗？孙记者老实摇头，林浩只得浪费一些口水给他解释。先不说血统和饲养周期，和牛在肥育期时还要补充维生素和钙片，你是不是觉得连很多人都舍不得买维生素和钙片，凭什么给牛吃啊？见他不语，林浩索性一次性讲清楚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人是没有阶层划分的，但产品有高中低端，消费能力同样有高低之分。如果我们不去研究不去做的话，那么这一部分市场就会被别人或者说别国占领。人生来就是享受性动物，每日的劳作最终还是体现在衣食住行上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谁都愿意吃的更好更健康。他又一指正在投喂的饲料，这些海鲜大部分是能实现规模化养殖的，也都是一些在本地难以销售或价格极低的品种。目前的冷链还不支持我们将这部分产品行销全国，若是我不开拓其他用途的话，仅凭本地人吃，那到时产量一地过剩，价格势必越来越低，到那时养殖户就会亏本。经济本就不是一个个体，每一样产品或者每个决定都与多方面息息相关。你觉得我在浪费，但我却觉得我是在造福乡里。孙冉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因为林浩这一番深入浅出的讲解，他的内心居然认同了。林总，这个鸡在京城有分销点吗？来，您这回吃了几餐？这要是回京城再吃其他的鸡，那可是索然无味了。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明年初京城会开2家香味，是我跟阿珂一起投资的，到时欢迎几位老师捧场。不仅有菜品和熟食，我们也考虑卖一部分鲜活的鸡鸭。那感情好，到时一定捧场。